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也许你不太理解为什么上一期我要讲高电压与大电流的一些特性，这是基础，当然也是非常重要，同时也是作为本期内容的一个铺垫。今天我们了解一下高压引壶技术，以及如何自制一款压壶焊机，或者说是类似。如果你不清楚这是什么玩意的话，没关系，我可以就此演示一下。啊？什么？这个是我斥资10几块钱弄来的，大家不用担心我经费的问题。不好意思，翻车了，换其他的试试。对，本期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如果你对此感兴趣的话，请记得认真听哦，因为有些东西我只讲一次。我之所以说这项技术很重要，是因为在很多设备都有应用。比如说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非接触式起壶焊机，以及等离子切割机、汽车氙灯安定器，比如说一些激光电源、氙灯、客灯等一些装置，就是以这种方式工作。我觉得很有必要来说明一下，这个字确实读氙，观众就此问题已经向我吐槽过很多次了。这个字真的读氙不读上好吧？反正我是不认为我说错了不管你们怎么看。刚刚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不妨来仔细看一下。这个电极是直接击穿空气起壶，说明是存在高压，同时又能在金属表面形成熔磁，说明电流也不低。难道是电源同时输出高压与大电流吗？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很不现实，因为这样对供电设施有所要求，家庭场所肯定是达不到这样的功率。最重要的是安全性。我之前讲过，高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同时具备较大的电流。要是这种设备真的是靠这种方式来实现这种功能，恐怕这将是最危险的行业。你觉得可能吗？还有谁敢来操作这种焊机吗？所以如何安全可靠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仅只需要2个电源。一个是高压，能够击穿一段距离空气，但是电流很微弱；另一个就是低压，40伏特以上差不多了，电流几十安即可，算是稍大吧。当高压电源放电时，所产生的电弧就是等离子体，是可以导电的。也就是说，让高压去建立一座桥梁，让低压大电流通过，想来这样也是极好的。那么如何才能搭建这种电路呢？关于变压器的原理以及电子感应这个问题，我之前已经谈论过很多次了。把一根导线缠绕在磁棒上面，然后再绕上另一个线圈，随便给一个线圈通入交流电，或者说是脉冲直流电，另一个线圈就会产生感应电动势。至于这个感应出来的电压有多高，这与2个线圈的扎数比以及初级线圈的输入电压有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想要感应出一个高压，当然是不能像特斯拉线圈那样使劲绕圈数，毕竟还要走一定的电流，所以只能在初级线圈上输入一个较高的起始电压。在这里我用的是一个电蚊拍高压板，如图所示接线。电蚊拍高压板工作时会优先给电容充电储能，直至电容充满电时，电压也随之上升，电压足以击穿空气时，就会通过放电间隙流经线圈，形成一个回路。与此同时，另一个线圈也会感应出一个高压。看样子是没问题是吧？那么如何才能并入一个大电流呢？就是这样接，正负极不用管那么多。难道这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感应出来的高压极有可能，而不是极有可能，而是必然会烧掉电源里面的整流桥，好吧？
我们还需要在中间加装压敏电阻和稳压二极管，这两种电子元件只要2吨的电压高于工作值，就会导通漏电流过去。高于这个电压就导通，对于高压而言，它就是一个带有阈值的导体。这2吨的电阻显然是比击穿空气放电那样电阻小啊，所以风的电压也很小。比如说我中间直接接一根存导线，这2吨风的电压那就更小，甚至是接近0伏。你能理解吧？我用的是100伏的压敏电阻和75伏的稳压二极管，所以这2吨的电压限制在75伏。具体限制在什么电压合适，要根据大电流电源来确定，最好高于这个电源电压几伏或是10多伏。除非你清楚电源里面的整流桥耐压参数，否则我还是建议你保守行事。现在电路我已经搭建好了，在这里我用的是电容组储能，30个820微法电解电容，耐压450伏。当然耐压也不是越高越好，因为在同样的容量下，耐压高的体积会大很多。你看这个电容100伏耐压1000微法，体积要小很多。最好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情况来定。我使用的是电瓶车充电器给这个电容充电，这个白色的是限流电阻。用这种充电器给电容充电，如果不限流，它就会识别为短路，根本就不会启动。好，我们先单纯试一下高压。显然是没法对金属造成融化，对吧？现在给电容充电，并入大电流效果会是怎么样呢？现在情况是显而易见了吧？那么大电流电源用什么电压合适呢？我用不同的电压给你们看看吧。28伏，有一点点电弧，不是很强。56伏，光线强了很多。74伏，电弧比较强烈，声音比较大。电压50伏左右为宜。至于电弧声音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高温膨胀空气的爆鸣声。除了与供电的电压有关外，还与你的指针接触距离有关，也与你的供电类型有关。储能型气垫供电和变压器供电，那都是截然不同的效果。为什么电容背压的高压发生器放电声如同放鞭炮，而高压变压器放电声却很温柔？同样，我们想要让这个电弧温柔些，你直接在电容组输出的线路上串上一个电杆，这样它提供的电流是一个非常柔和的上升趋势。一个温和的过渡自然是不会产生剧烈的爆鸣声。我这个没有加，这些你了解一下就好。在这个板上面，为了美观紧凑，我用的是一个现成的引弧电路板，在网上随便就能买到，其实原理都是一样。这个是高压耦合线圈，稳压二极管以及压敏电阻走线是在背面。如果想要让它变得具有实用性，当然是需要一个控制电路。这个是整流模块，这个是一个延时逻辑电路。这种焊接是需要一个保护器，否则一些金属高温下会氧化，焊接质量堪忧。所以你也就能明白为什么会有一个电磁阀存在。它的执行逻辑是这样：当我按下开关时，电磁阀会在第一时间开启保护器，然后延迟一段时间后再开启引弧板以及开启大电流的供电。当我升下开关时，引弧板和大电流电源会瞬间停止供电，断开电弧，电磁阀则会继续延后一段时间再停止供气。在这里我用的是一个脚踏开关，在这个控制板上面的2个电位器分别调整它们的延后时间。当然这个逻辑比较简单，所以我直接用模电来实现，直接把元件焊接在动动板上面。当然你用单面机什么的都是可以。电路如图所示，不懂没关系，把我当成一个娱乐节目来看就行了。我既不是你的老师，也不是你的校长，我更不能给你一巴掌，我还能把你怎么样呢？退一步而言，如果你真的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截屏留个电路，用 Every Socket 模拟一下，这样比较直观。虽然这个软件功能不及 Multisim 丰富，但是一般是够用了。最重要的是有手机版，对学生党非常友好。我估计你可能连不上网啊。控制板供电是24伏，用的是一个独立外接电源。引弧板是一个宽电压40伏到90伏，这一根是它的供电线，这一根是控制大电流电源供电的控制线。至于如何控制它的开关，等到电源环节再细讲。现在该谈谈焊把的设计，像这种焊接的焊把，市面上都是这种或是这种。对于 DIY 玩家而言，肯定是要走出一点差异化来。
所以这个焊把是自制的，因为我比较喜欢笔式，看起来比较优雅一点。铜管裁切，嵌套进入，焊接密封，打孔公式，抛光上漆，把2个螺丝切割出一条凹槽，还需要准备一根毛细铜管，用来固定焊针，口径根据焊针匹配。不好意思，安装过程中磕掉了一点漆，我们需要在下方刮出铜表面，把导线与之贴合，用卡扣固定。我手上这个不是塑料，而是石英玻璃，比较耐高温。现在已经是大功告成。有一个问题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钨针前端要磨尖？因为别人都这样做，所以我也这样做。其实这是一个关于尖端放电的问题，电弧总是喜欢从物体最尖的位置释放出来，这是它的智能特性。磨尖了，方向性比较确定。如果是前端很动电弧释放的位置不太确定，总是飘忽不定，这样你就没法精准定位要焊接的点。关于钨针这一点，我还想再多谈一下。你看到这些不同的钨针没有？这看起来好像就是顶端的颜色有所差异。当然这不是胡乱标识的而是代表不同的成分。灰头的是四钨，红头的是土钨，绿头的是纯钨，蓝头的是蓝钨，它们都会有各自的优缺点。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红头土钨它具有一定的放射性，不知道你听说过土核反应堆没有？平时接触的话没什么问题，主要是打磨时尽量戴口罩，别吸入这些粉尘，尤其是你长期从事这个行业。我喜欢用土钨，不要问为什么，因为我不在乎。当你看到这么多钨针时，并不是意味着我就是专门从事这个行业，弄这些仅仅只是为了拍摄一个画面。像我这么有良心的主播已经很少见了。为了本期内容，这半个月来都是一个人独自流泪到天明。不要问为什么，问那就是光线太过刺眼，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在这个本该高兴的日子里我的眼泪却忍不住往下流。好，接下来讲电源问题。我用的是一个小电焊机供电，随便选的一个。对，就是那种最便宜的。你注意到里面引出来的2根线没有？黄颜色的一根是从非晶变压器取的一个供电，大概是80伏，给引弧板供电。白色的一根是控制电焊机 IGBT 门级信号线。如果我没有按开关，这个焊机是不会有电流输出，因为门级是一个 PWM 信号，应该走最短最直的布线，不要打结，所以直接通过继电器就地解决。我这只是给个参考方案，如果你不了解其中的电路结构，最好不要改装任何电器，这一切仅供学习参考。输出58伏左右，没什么问题。这个位置上本来是想装一个固态继电器，用来控制大电流关断，但是你已经知道了，我是直接在电焊机 IGBT 门级上动了手术，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所以留了一个空位。所以说这个电焊机出来的是一个直流电，但是是一个脉冲直流电，频率相对来说还是蛮高的，在通过这个电感时会比较吃力，起活有点难，所以需要一些电容来滤波，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直流电。可能有些朋友会说，逗我吧，滤波要这么多电容吗？当然不需要。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冷焊机？它就是利用一个脉冲放电来焊接，焊点比较漂亮。普通压焊是手动开关，一直按着电弧就会一直熔接，在这个过程中熔池已经形成，但是电弧还在继续加热，就会导致不必要的热量产生，焊件全局温度就会高很多，变形氧化什么的。冷焊是一个短暂的脉冲，能量刚好形成一个熔池就关断了，输出能量把控的刚好。我也不想再弄什么控制板来演示，因为本期讲这么多已经够了，所以直接用电容快充快放的特性来模拟这种脉冲效果。按下开关时，电焊机会给电容充电，电容充满电时会引弧放电，电容放电很快嘛，瞬间就会把电压拉低，自动断开电弧，直到再次充电，然后起弧。我把这个电流调到最小档位，我用的是2个电容组。是吧？我一直按着它，它也是脉冲放电。你可以调整电焊机的供电电流，或是调整电容组的数量，这2个变量都会影响电弧的持续时间。当然，这个功能用脉冲控制电路实现比较明智。对了，我钨针接的是负极，焊接时负极比正极温度低些，你可以搜索相关资料找到答案，我则不再过多赘述。现在我们不妨试着焊接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么黑呢？人家视频里面的焊点那么漂亮，拜托，人家用的是氩气保护器啊，金属高温下都会氧化变色的好吧，又不是什么黄金什么的惰性金属。像氩气这种惰性气体我没有，不过话说回来，二氧化碳我倒是可以自备，是时候上真家伙了。对，大名鼎鼎的金克拉袋子，里面有小苏打、柠檬酸，这些东西都是能在厨房找到。倒入柠檬酸，倒入小苏打，加水，这样反应就能生成二氧化碳。火柴不能在里面燃烧。当然，你也别指望用二氧化碳保护就能达到一些氩气等一些惰性气体效果，但是有总比没有好。我打算让这个反应在瓶子里面进行，我选用的是可乐瓶，可乐瓶很耐压的。央视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可乐瓶可以承受近14个大气压。没办法，碳酸饮料瓶设计时就是要考虑这方面，所以我弄到4、5个大气压应该算是蛮保守的吧。我推荐用双瓶结构，一个装柠檬酸和小苏打，体积比是1:1，我是随缘倒的。最佳反应比去问化学专业大佬，这个我也不知道。另一个瓶子装一半的水。为什么推荐用双瓶结构呢？因为这玩意可控，给一个瓶子打入一点气，再打开中间的阀门，水就会被泵入进另一个瓶子，只需要流入一点就行，然后关闭阀门，静静等待反应进行，压力上升，然后再打开中间阀门。如果反应瓶子里面的压力比装水的瓶子里面压力还高，那么它就会往那个瓶子里面灌入气体，直到两个瓶子压力平衡。当反应瓶在向外供气时，压力一变低，另一个瓶子就会给它灌水，再次反应让压力上升。这是属于温和派方案，在一个安全的压力下自动进行反应。一些家庭鱼缸、水草补二氧化碳，我推荐用这种方式比较妥当。我这个瓶盖是购买的，上面是压力表，这个是单向气阀，只进不出，这个是一个关闭阀门，这个也是。接下来我应该干嘛？当然是打针啊，当然是打气啊。为了节约制片成本，我厚颜无耻的去了附近的一个诊所，问来了一个注射器。我们试一下吧。根本使不上劲，还是老实花钱买个打气筒吧。这个瓶子里面已经倒入了反应材料，挤压使空气排出，输出到焊把，放水，让压力来得更猛烈些吧。趁着这个时间来认识一下压力表吧，我相信你以后总会用到。这表上面的 KgF-cm2 意思是千克力每平方厘米，也就是说1平方厘米的面积上受到了1000个物体的力，约等于一个标准大气压。如果指针到5，那么就是5000克力每平方厘米，约等于5个大气压。常用的气压表单位也是蛮多的，比如说我现在谈到的千克力每平方厘米，兆帕8半平方英寸。你们简单看看就好，截屏等一下看也可以。现在气压应该够了，气体流进2个限流阀，再通过电磁阀，然后我还再加了一个限流阀，把气体流量限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为了方便观察，我先不开二氧化碳保护。开启二氧化碳保护。确实美观不少。试试焊接不锈钢。
不知道是气体流量大了，还是我的焊接技术有问题。换一个螺丝试试。慢镜头看一下。对了，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不知道你没注意到，我刚才焊接的时候，好像是一只手摸到了一个电极为什么没被电死呢？因为第一个是因为没有供电如果说同时摸2个机的话，肯定会被电如果有人问被这个电到了会是什么感觉，我就会告诉他除了肌肉有点抽搐还好不要问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身经百战，电的多了。这个也是我之前谈到的这种技术的安全问题看起来与传统的高压大电流表现形式一样，实际上它们的性质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好了，本期的内容就是这样了。